自从建房以后啊，现在突然感觉自己很强了。如果再给我一块宅基地的话，我能够自己规划，能够自己画布局，能够自己研究水电，能够自己研究装修之类的。不过呢，已经没有机会了哈。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是我舅舅家的，然后上面那根水管一直漏水。今天我决定自己来当一次水电工，把它修一下，看能不能修好。首先第一步还是要把自来水的进水阀给它关了。其实就是在这个阁楼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水缸哈，因为以前的话是没有安装自来水的，全靠这个水缸上下落差的压力，然后把水流下去，家里面用水才方便一点嘛，不用用刮瓢一瓢一瓢的舀。我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哈，这根管道就是刚才漏水的原因，因为这个水缸满了，水就从这根管道顺着这样子慢慢的流下去，不然的话它会流在楼面上面，楼面上面可能就会造成漏水的风险。然后这一根管道的话，就是以前没有安装自来水的时候的进水口，的出水口，就是说这管道水就从这里放出来，放到下面家里面用。因为现在安装了自来水嘛，然后自来水和这根管道是接通的，自来水的水就会往这里面压，导致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开关不好，导致这里关不严，水就一点点的一直往里面流，所以导致这个罐子里面会装满水。我们第一步是先把这里面的水给它放干，等一会儿的话，从这里给它剪一个口，我们再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开关，烫一个开关在这里，防止自来水再压到这上面来，不然的话这里面老是漏水，漏了很多水了。大家看一下，满满的一大缸水，就是说当水位到达那个管子那个高度的时候，它就自动会从那里漏出去。这个水从上面流下来的落差压力还是挺大的，现在就把这里面的水先全部放干。出了一点小插曲，刚刚放水下来，突然把这个鸡给吓到了，然后吓跑了2只，我现在还得去捉。哎呀，抓了1只，还有2只那边。现在这里太空旷了，还不好抓。看来我真的是做嘴娃子都不适合。不容易哈，3只终于把它抓住了。水已经放完了，先把烫着管子的这个给它烧起，再把管子给它剪断。这个东西的话，看着简单哈，实际操作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从来没有烫过这个，剪掉1节这个管子应该就差不多。先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擦掉，然后表皮给它擦干净，等一会儿才好烫。这管子上面有一根红线，就证明是热水管。这个我也是修房才学到的哈，我也是第一次弄这个哈。要是再有一个人帮忙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弄的。因为一个人的话在这里不好烫，不好用力，主要是。烫这一侧的时候，我找老板帮了一下忙哈，所以没有拍到。第一次弄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合不合格，感觉这里的胶都出来了好多好多哈。因为建房的时候嘛，看见水电师傅这样子弄，我也就拿过来自己弄一下，感觉呢也没有多难哈，反正这个进水的方向就这样子，按照给它烫上去就可以了。我估计99%是不漏的。等一下我就去把水打开看一下。我已经去把自来水打开了哈，这里一点都没有漏，看来还做得比较成功哈。看一下这样子拧下去能不能关得掉，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证明这样子拧下去的话是关得很严的。然后一打开就感觉声音有了，就感觉压力在往上面压水。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我妈都跟我说了很多次了，因为一直在那里漏嘛。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缸里面给它洗干净，储一缸水，以后停水的时候就直接通过缸的这个落差压力把这上面的水放到下面去用，不然停水的时候也特别的麻烦，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用井水了。这个水龙头的话也是一直漏水，这个水龙头是安自来水的时候安的，他们就给你搞一个塑料的龙头，冲一下数就可以了。我要去把水关了，然后这个龙头也给它换一个。换这个龙头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哈，以前在厂里面都会换的，只需要把这个龙头给它拧下来。失算了，没有想到里面还有一点点压力没有放完，冲了那一杆就没有了。接下来我们用这个龙头，这个龙头是我以前拆房子的时候拆下来的，这个是个9目的龙头，我买成好几十块钱。以前洗衣机的龙头，我们要给它缠一点那个生料带，估计生料带不够，这么轻松就拧进去了。接好了，现在一点都不漏了，就是这下面这个嘴没有了，下次买一个嘴给它放上去。简简单单弄了一个东西，还是差不多弄了1个小时，因为要等那个水放干嘛。所以说啊，其实修一栋房子的话，可以把人学会很多的东西。其实
刘师傅啊，不仅仅会炒菜、会拍视频，还真正的是多才多艺。比如像机械类的东西，我也会懂一点；图纸类的东西，我也会懂一点。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但是说都不精通哈。主要是懂一点的话，自己能够动手的话，在生活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不然，一些什么小问题遇到就会特别多的烦恼嘛。人的一生嘛，基本上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中成长的。我从15岁出来，那个时候不知道学嘛，反正就是觉得好玩。基本上从20岁开始就一直在不停的学习，不管各行各业的什么东西，都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累积。然后你今年的话，基本上都是学习的一些关于建房的知识啊，还有就是一些结构啊，反正就是总之来说都是一些土建的知识。